我只要那个东西人家不要了，但是我发现它好像还可以用，我就会把它捡起来用。如果有一点美感，然后你再去应用这些回收的材料来做起来的东西，它看起来就不是资源回收了。我是薛玉章，平常喜欢动手做，在家里呢，会捡一些资源回收物来做创作这样子。今天如果要买便当，我就刚好把便当盒洗一洗，然后把它剪下来用。那便当盒就可以把它做成一个扇叶，那透过风的吹拂呢，可以把风呢转成那个机械的动能，机械的动能呢再透过我们叫它皮带轮。它就可以让动力转换了。其实纸张如果你可以把它好好的保存它其实是很好保，是可以防腐啊，可以保留比较久。那而且它很好加工，其实在家里你也不需要什么机器，我就是一个剪刀，然后美工刀，其实都是竹签橡皮筋，就可以把它做成这个样子出来。像以前要一直用木头来做创作的话，我可能需要一个比较大的场地来放机器，那这个就不用。那其实生活科技不是在教木工因为大家以为说你们就是在教木工啊，其实不是，是因为木头材料比较好加工。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机械的东西，但是我们是用木头去呈现它。但是我后来改成纸，是因为更好剪切也更好粘。其实我们在给学生的一些示范的一些作品，如果你可以把它做成生动一点、漂亮一点，比较容易去吸引学生的目光，然后更容易引起他们的兴趣这样子。那如果是像材料费的话，叫学生去收集这个纸箱，它所耗费的材料费其实很少。因为以前也有跑一些比较偏乡的学校去看他们学校生活科技老师在上什么。那他们有一个难处是说，偏乡的孩子呢，你要给他收钱来买材料的话，其实有些家庭是真的有困难的。那如果我们可以尽量善用一些资源回收的方式来做，那当然以不违背我们教学的原则的情况下是可以用的。小时候就会我喜欢沙雕，我喜欢雕，是喜欢把它塑形像我们外面的树如果死掉的话，捡一些可以方便加工的材料，把它做成一个可爱的东西，就是一个很棒的纪念品。现在因为有一些平台可以让自己分享自己的作品，像以前都是自己创作，那后来你像有脸书啦，或者是 IG， 你可以把作品放上去，跟世界各地的人分享。做这些东西最重要就是自己兴趣以外，还可以跟大家教大家怎么做，分享给社会大众，让他们可以学一些我会的一些技能。我觉得这个也是我想要继续做这些有趣的东西的动力了。